如果你最近看到一張圖，一定会被嚇一跳。全球流通最快的錢有將近1/3躺在中國。是的，說的不是 M2 那種慢吞吞的大水庫，而是 M1，是隨時能掏出來用，能立刻決定經濟冷熱的救命錢。聽上去是不是很威風？像不像終於輪到中國貨幣稱王？但真相只有一句話，這是一個重症病人被插滿輸氧管時的監護儀數據。錢多不是因為你強，錢多往往是因為你已經沒別的辦法了。正常的經濟體，錢是流動的，他會去開工廠、搞研發、擴張門店、雇員工，他會進股市、進債市、進長期投資，他會被消費掉、被冒險掉、被用掉。但2024至2025年的中國，錢開始集體躺平。央行公開數據顯示，企業活期存款連續多個季度高速增長，居民存款中活期化比例顯著抬升，新增貸款中短期周轉占比上升，長期投資萎縮。一句話總結：錢沒死，但裝死了。為什麼？因為房地產這台發動機停了。過去20年，中國的錢都在幹一件事：進樓市、撬槓桿，再進樓市。但現在呢？新房成交量跌回10多年前，房企現金流斷裂成常態，土地流拍成新聞背景音。錢突然發現，原來那個穩賺不賠的去處沒了，於是他只能退回銀行，像一群被嚇壞的難民，擠在活期賬戶裡取暖。那問題來了，既然大家都不敢花錢，不敢投資，為什麼錢的總量還在瘋漲？答案很殘酷，不是經濟需要，是系統不能停。地方財政缺口多大？公開數據早就擺在那，城投債、隱性債、展期債像連環雷。很多地方政府現在的真實狀態只有一句話：不靠新增流動性，連基本運轉都撐不下去。於是你看到的是一整套續命邏輯：債要還，銀行得放錢；項目不能停，資金得續；工資要發，信貸要頂；數據不能崩，流動性必須在。這不是刺激經濟，這是防止系統當場失血性休克。所以印鈔機不是主動加速，而是被現實一腳油門踩死。真正可怕的不是錢多，是錢多到這種程度，卻沒人覺得安全。你只要看3組公開趨勢就明白了。第一，資金外流加速。2025年以來，跨境資金流動多次出現單向壓力，企業海外設點、個人配置外幣資產的意願持續升溫。第二，換匯需求居高不下。銀行端結售匯數據反覆顯示，不是沒錢，是不想拿人民幣久放。第三，國際支付份額下滑，人民幣在全球支付體系中的排名和占比正在被現實慢慢修正。市場不會喊口號，市場只會用腳投票。如果你手裡的貨幣真的是硬通貨，大家會搶着拿，而不是一有機會就想着換掉。所以，當有人興奮地告訴你，中國的 M1 佔了全球1/3，你應該反問一句：那為什麼？企業不擴張，居民不消費，投資不增長，信心不回來？因為這不是繁榮的數據，這是恐慌堆積出來的體量。就像一個人，肌肉沒長，卻靠瘋狂注水把體重打到第一，看起來壯，實際上全是虛胖。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錢不夠，而是錢多到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這個地方了。當貨幣需要用全球第一的規模來證明自己還在運轉，那就說明真正缺失的早已不是流動性，而是信任。故事也正是從這裡開始真正變得危險，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不是錢繼續增加，而是
錢開始變得消極、遲疑，甚至拒絕參與。他不投資、不冒險、不擴張，他只是停在原地，隨時準備轉身離場。而這才是所有全球第一背後最刺骨也最致命的真相。很多人一聽到印錢，第一反應是不是要通脹了？但現實恰恰相反，中國正在經歷的不是通脹，而是印鈔失效。這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冷冰冰的名字：資產負債表衰退。什麼意思？就是哪怕利率再低，錢再多，企業也不願意借，居民也不願意花，因為所有人心裡只有一件事：先活下來。於是你看到一個極其詭異的畫面，貨幣規模在歷史高位，社會融資邊際遞減，投資回報率持續下滑，實體利潤被壓成薄紙，錢在系統裡兜圈子，卻始終進不了創造價值的那一層，就像血液在體內循環，卻送不到器官末梢。人看着還在，但細胞已經開始壞死。為什麼以前印錢有用？因為有一個超級黑洞在等着。房地產，它能吞下無限信貸，製造虛假繁榮，放大財政收入，維持就業幻覺。但現在這台機器徹底停了。更糟的是，它不是慢慢停，是直接熄火。房子賣不動，地賣不出去，開發商自救無門，地方財政原地窒息。於是所有原本該進樓市的錢突然沒地方去了。製造業利潤薄，需求弱，外部封鎖；消費收入預期下降，中產集體防禦；科技週期長，風險高，政策不確定。結果就是錢回到了最原始、最怯懦的形態——活期存款。這不是資本，這是驚魂未定的現金。很多人低估了活期存款暴增這件事的嚴重性。你要知道，活期存款本質是隨時準備撤退的姿態。當一個社會長期資金減少，定期意願下降，投資鎖定週期縮短，說明什麼？說明所有人都在給自己留退路。企業不敢做5年規劃，家庭不敢做10年計劃，年輕人不敢背20年的房貸，所有決策都變成一句話：萬一呢？而一個靠萬一活着的經濟體是無法增長的。還有一個被嚴重低估的事實是，普通人比想象中更敏感。他們可能不懂 M1、M2， 但他們懂3件事：房子還會不會跌，工作還穩不穩，錢放哪兒更安全。於是你看到一種極其真實卻很少被承認的現象，不是沒錢，是不敢用人民幣規劃未來。這也是為什麼海外資產配置被反覆討論，外幣存款規模上升，潤的話題長期霸榜。這不是情緒，這是集體風險對沖。當一個國家的居民開始用防災模式管理一生積蓄，這本身就是對未來最殘酷的定價。所以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清楚一句話了：中國的貨幣規模之所以全球第一，不是因為吸引力，而是因為所有結構性問題被同時引爆。房地產塌陷，加地方債高壓，加信心斷層，加資金避險，加外部環境收緊，這些東西疊加在一起，只剩下一種選擇：不斷放水，不是為了發展，是為了不崩。這就像一個人肝、腎、肺同時出問題，醫生只能先保證心跳別停，至於康復，那是後話。現在回頭再看那個問題，誰都不敢留人民幣了。答案其實已經寫在每一張報表，每一條資金流向裡。不是人民幣沒用，
而是大家對未來的貼現率正在急劇上升，人們不再相信放着就會更值錢，而開始默認晚一步可能就虧了。這才是一切印鈔神話崩塌的起點。當一個國家需要用全球第一的印鈔量來對沖全民不敢下注未來的恐懼時，它真正失去的不是貨幣錨，而是時間。而時間一旦不站在你這邊，錢只會跑得比誰都快。